向燕去了军营一趟之后，就直接往清水县过去。这时，向燕听到远处有小孩子的哭喊声传来。你滚开！救命！救命！你放开他！求求你，放开他！这个地方要不是向燕耳力好，寻常人根本听不到声音。向燕从小罗身上跳下，立刻直冲破庙。看到里面情景的时候，向燕简直目眦欲裂。哟，这哪儿来的娇小姐呀？来得正好，快让我爽爽啊！不等的男人反应过来，抬起右腿，用尽全身力气，狠狠踹在他的胸口。只听咔嚓一声清晰的肋骨断裂声，他像个破布娃娃似的被踹飞出去。小姐，求你救救我们！这时向燕才发现不远处的柱子上还绑着一个12、13岁的女孩。向燕一声不吭地上前解开了她。谢谢小姐，要不是小姐……说到这里，大春咽了后面的话，接着道谢。没事儿，快起来吧。见两人起来，向燕走到那个男人面前，居高临下地看着他。小姐，饶命！我再也不敢了！求你放了我呀！向燕冷笑一声，抬脚踩在他的胸口。男人立刻发出一声惨叫：“饶你！你做出这种禽兽不如的事，你配求饶吗？”大春牵着妞子，一步步走到破庙门口。你就站在这里，别乱跑，大春姐姐很快就出来。确认妞子乖乖站在门外，大春才转过身。他快步走到墙角，弯腰抱起一块大石头，一步步走到男人面前，居高临下地看着他。别过来！求你饶了我！饶了你！你欺负我的时候，怎么没想过饶了我？你伤害妞子的时候，怎么没想过饶了她？你就不配活在这个世上！话音未落，他便举起手里的石头，用尽全身力气，狠狠砸在了男人的头上。你个畜生！我让你欺负我，我让你伤害妞子，我要杀了你！杀了你！大春每一次砸下去，都用尽全力，都像是在宣泄着这些日子所受的所有委屈与痛苦。最终向燕还是带着大春和妞子一起走了。回到向家村，向燕把大春和妞子带到了私塾。小姑姑，你这是？我打算收留他们，这是咱们妇女儿童关爱会要做的事，你们看着安排一下，给他们清洗干净，吃饱后再来找我。向小姐，别怕，这都是我们村里的人，他们都很善良。郑小花叹了一口气，可怜见的，这两个孩子不知道都遇到了些什么事，竟然害怕成这样。几人给大春和妞子洗了澡，洗了2遍才算洗干净。哎呦，这大春洗干净了，那是真漂亮呀！这眼睛，哎呦，真亮。只是眼睛落到他的肚子时，心里微微叹气。多好的一个孩子，竟然被人糟蹋了，还怀了孩子。他们肯定饿坏了，午饭应该还有剩下的，咱们带他们先去吃点东西吧。哎呦，你不说我都忘了啊！快走，咱们去吃饭去。郑小花牵着大春的手就往印书坊走去。谢谢几位大娘、婶子，我从来没有。傻孩子，谢啥呀？以后咱们都是一家人了。你们先把鸡汤喝了，再吃米饭，这样对身子好。张婶子，不用给我们吃这么好，白白糟蹋了东西了，给我们2个窝窝头，我们就心满意足了。傻孩子，吃东西怎么能算糟蹋呢？快喝吧啊！你们2个呀，都要好好的补补。大春和妞子人生第一次吃这么好吃的饭，他们都有些不敢相信。上午的时候他们还活在噩梦中，
下午就到了天堂，这会不会是做梦？小孩子啊，就应该多笑，看看这妞子笑得多好看呢。这时向燕走了过来。吃好啦？他们吃好了，朕准备带他们去找你呢。我带你去看看大夫吧。闻言，大春的手不自觉攥紧。大春，怀孕这件事不是你的错，这不是一件多大的事儿。以后跟着我，有吃有喝有睡觉的地方，这就够了，其他都是小事儿。小事吗？对，孩子这件事交给我，你以后只管自己就够了。没有谁可以一辈子都好命，你的苦难已经过去了，接下来都是好日子。你只要记得一件事儿，好好爱自己就够了。你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大春。听到向燕这么说，长期压在大春心里的那块大石头终于挪开了，对未来的日子终于有了期盼，好好爱自己，自己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大春。向燕想起李道长是一位道医，医术也很好，于是便让李道长给大春看看。哎，大春身子底子差，气血两虚，但孩子已经入盆，估计要不了多久就要生了。道长，我能不能不要孩子？我不想要他。啊，孩子这么大，只能生下来了。你要是不想养这个孩子呢，不是还有小燕，你生下来只管让她管着就行。虽然向燕就是这么打算的，但他听了李道长的话，还是气哼哼地瞪了他一眼。大春太小，只怕生产时不利，她的身子又亏空得厉害。最近呢，好好给她补补，让孙大夫准备好药物。向燕答应了，心里已经打算这2天就给他用灵泉水好好养一养。李道长，我打算在村里开一家医馆，你到时候能来坐诊吗？不行，我是修行之人，天天和病人打交道，有碍我修行。不过我1个月可以坐诊个5、6天，积攒功德也不是不行。那就谢谢李道长啦，你真是个大好人。向燕去找江旭白，有些事想找他商量商量。向燕想做的事就是在清水县建一个育婴堂，专门收留那些被遗弃的婴儿。族长，这件事可不是小事，你要慎重。这事一开始想要结束可就难了。我想好了，你可见过七阴塔？我只听说过。我见过，就在清水县郊外的乱葬岗附近，一座破败的土塔，塔身爬满了荒草，里面堆着的全是被遗弃的婴儿。那塔是封死的，只有上面2个很小的窗口，刚好够把婴儿扔进去，一个扔男孩，一个扔女孩。我见过的一个大娘跟我说，几乎每天都有女婴扔进去，男婴很少，而且大多数是有残缺才扔进去的，有一些是死婴，但很多都是活着的，还带着哭声就扔进去。江旭白的眉头皱得更紧了，周身的气息也沉了下来。我虽未亲眼所见，却也知晓其中凄惨。只是小燕，建育婴堂耗费巨大，不光要盖房子雇人手，还要有源源不断的粮食和银钱支撑。更何况这世上愿意伸出援手的人少之又少，你要承担的远比你想象的要多，而且孩子只会越来越多，你的负担也会越来越重，你这辈子恐怕都要搭上了。所以遗弃女婴这件事儿就要从根上解决才行，建育婴堂解决不了根本问题。我要与你真正商议的正是这个事儿。看来你有想法了。你觉得人们为什么会重男轻女？百姓靠种地为生，种地男子比女子有用，而且女子长大终究要嫁出去，比起儿子，养女儿确实不如儿子来得有用。对，要解决根本问题，
就要让女儿变得更有用才行。我不想听这件事有多难，我只想知道这件事该怎么做才能成功。江旭白定定地看着向燕，半晌，嘴角勾起一抹浅笑，回答：好。最后两人商量之后，向燕决定等所有事情上了正轨，再集中精力干这件大事。育婴堂一定要大，位置也要选好，不能在城里，要在城外，旁边还要有足够的田地。这件事情需要找夏钱帮忙。如今新朝财力，人口因为战乱减少了许多，有大量的土地可以买卖，让他找出一块合适的地方应该不难。行，我明天就去找他。向燕出了门，在院子叉腰，大声笑：老娘要玩就玩把大的。江景然刚下了课，就听见向燕这么一句，他顿时脑瓜子嗡嗡的，这丫头又要闹啥？你说谁是老娘？嘿嘿，周夫子，您听错了，我是说我老娘想出去玩，我就不打扰您了，告辞。组长，你可真能编。谁胡编了？我还有事儿，先走了。向燕第二天就赶着马车去了清水县。夏前听向燕要盖育婴堂，非常惊讶。向姑娘，你可知道育婴堂需要耗费多少人力物力，还有无数的心血？你确定你能承担得起？而且那4万兵马，如今有一部分还需要你每月掏银子，你真有那么多银钱呢？那4万兵马，太子肯定会有安排，我只是暂时给补上，以后肯定就不用了。育婴堂的事儿，刚开始应该用不了那么多银子，你先给我找块合适的地方，我要求不高，有几十亩到上百亩平地，靠山有水，靠近县城就行。你这还叫要求不高？而且你有没有想过，一旦你开了育婴堂，会有源源不断的女婴和残疾的婴儿送来，你真的做好准备了吗？你放心好了，我是经过认真考虑的，你说的这些我都知道，我和江大公子也商议过的。开育婴堂你要那么多地干什么？还要靠山？当然是种地了呀，养那些孩子，我不是要把他们养成少爷小姐的，等他们稍微大一些，就要干一些力所能及的农活。那些地就是育婴堂的地，孩子们以后他们自己种的粮食和菜，还有养家畜，能干多少干多少，干不了我请短工。总之不能把他们给养废了，这样成本也能节约不少。至于靠山，那当然是为了养羊，育婴堂肯定会有很多婴儿，都得靠羊奶养着才行。你还真会打算，倒是我小瞧你了。那好，这件事儿就交给我，这也算是一件积攒大功德的事儿，我一定会认真挑选一块适合的地方。那行，我先走啦，找好地方之后告诉我。向燕回到醉仙楼，去仙馔房检查了各处卫生，看了看菜肉新鲜程度，明显比刚开业的时候有章法多了。芳姐姐，慧兰姐，姑娘来了。我明天要去一趟金陵县，你们2个要不要带孩子们回娘家一趟？太好了，我都想我爹娘了，正好回去看看他们。慧兰高兴之后又有些低落。慧兰姐怎么啦？唉，我去年走时啊，和爹娘闹得有些僵，弟弟啊更是个白眼狼，我都不想见他。慧兰姐，父母还是有必要回去看一看的，子女应该尽的孝心肯定是要尽的。如果他们以前虐待你了，那就算了，如果没有，这生养之恩可是要还的。至于弟弟，他又没生你养你，让他滚一边去就好了。再说了，你现在过得这样好，难道就不想带着孩子们回去给他显摆显摆？就像那读书人说的，富贵不还乡，如锦衣夜行。虽说你们没有多富贵，但如今也过得比他们强，不是？姑娘说的是，那我就回去跟那个白眼狼炫耀炫耀，羡慕死他。我们在这里吃得好，穿得暖，住得也好，每个月的月银我都攒下来了，比在村子里好不知道多少倍。我回去一定好好说说我现在过的日子，看他还怎么瞧不起我。就是，
咱们现在的日子必须回去好好给家里人显摆显摆。我爹娘当时让我有些心寒，现在想想，我带着4个孩子，在娘家确实让家里不和。嫂子的爹娘我也见过，对嫂子还算有感情，只是不多，肯定没我爹娘对我好就是了。四妮子，就显得你父母疼你了是吧？还行吧，不过咱们村去年被屠村了，你爹娘肯定也担心你，回去一下也让他们放心不是吗？你说的是。给你们现在放假，出去买些东西带回去吧。不用，我们先把这些洗完再去。哼，小姑姑让你们去，你们就去吧。这里还有我们这么多人一起洗呢，不差你们2个的。哎呀，赶紧去吧，好好逛逛，给你们2个喜欢的家人买点东西。啊，喜欢的家人？姑娘的意思是，家里不喜欢的人就不用买了？姑娘说的应该是我，反正我是不会给李川和金花买任何东西的。你娘家人口多，关系复杂，除了父母还是一视同仁的好，省了不必要的麻烦。天一大早，向燕先赶着骡车把慧兰和4个孩子送到了娘家。慧兰，你还活着？你这死丫头，你既然好好的，怎么不给家里说一声？你走了这多半年，我和你爹找了你好久都没找到你，还以为你死了。你真是……李母本来还要骂，就见慧兰的身后站着一个衣着华贵的小姑娘。这位小姐是？阿娘，这是我们东家新相，今天他去县城有事，正好捎我回来。东家？向小姐，赶紧进来喝杯茶。对，向小姐先进来坐。这时芳芳也从马车上下来了。伯父伯母，你们好。芳芳，你和慧兰在一起啊？快回家里坐。伯父伯母，我们还有事就先走了，慧兰就在这儿多陪陪你们，明天我再顺路来接他们母女。李父李母还有李川都客气挽留，向燕婉言谢绝了，赶着骡车朝着芳芳娘家的方向而去。你们到底去哪里了？可吓死我和你爹了！当初屠村的消息传过来，我们天天去找你，就怕你出事儿。我命大，遇上了向姑娘，被她收留了。她打开包袱，从里面拿出2匹细棉布。爹娘，这是我给你们买的2匹布，闲时可以做2身衣服穿。她又从包袱掏出一些点心、红枣、桂圆和麦芽糖等一些吃食。这些是给你们补身子，你们年纪也大了，要好好保重。你这孩子挣了多少银子呀？就这么乱花？我和你爹哪里配穿细棉布衣裳啊？你还有4个孩子要养，要省着些花。阿娘，你就放心吧，孩子我养得起。慧兰，你们东家到底是干什么的？你1个月挣多少钱？爹娘，我们东家他们算是耕读之家，他们全村人都读书识字。哼，这说来说去，你们东家就是个泥腿子出身呗，我还当有多高贵呢。哼，我们东家是泥腿子？泥腿子开得起印书坊、书铺、点心铺子、大酒楼，人家马上还要开绣坊和绸缎铺了。我们姑娘不仅自己赚钱，还带着村里人一起赚。人家村里人现在就盖的私塾，光夫子就有8、9个，不仅让全村孩子免费读书，大人也要读书，不分男女。姐，你吹牛好歹也吹得现实一点，你这话谁信啊？就是，我就说嘛，那向小姐怎么一个丫鬟婆子都没有，还亲自赶车？她肯定也就是个开小饭馆的吧？慧兰，你还是说实话，你到底在什么地方干活？爹，你听过一塘县的汉磨坊吧？你是说那个给人免费印寻人启事的那个汉磨坊？对，就是汉磨坊，那就是我们东家开的，还在清水县开了整个县城最好的酒楼，就叫醉仙楼。我和芳芳就是在醉仙楼干活。爹娘，你们不知道醉仙楼有多好。醉仙楼？姐，
你真是在清水县的醉仙楼干活？对啊。你听说过醉仙楼？我上次去县城做工的时候，听到老板家一个特别有钱的亲戚跟人说起过醉仙楼，说醉仙楼的饭菜可好吃了，味道世间仅有，里面还有跳舞唱曲的姑娘呢，还说醉仙楼占地就有几10亩，里面的园子漂亮得很，就跟仙境一样。听他说光醉仙楼盖成就花费了几10万两银子。一听说几10万两银子，李父和金花倒吸一口凉气。姐，这些到底是不是真的？差不多吧。姐，你确定你是在醉仙楼干活，不是骗人的吧？姐，那你说说醉仙楼里面到底是什么样的？那你可听好了。慧兰仔细把醉仙楼每个地方仔仔细细说了一遍，包括园子里的每个院子叫什么名字，里面都有什么等等。李家人这才信了慧兰真的在醉仙楼干活。哦，那你们管吃管住吗？管，当然管。其实醉仙楼只是这个宅子的一部分，我们东家只拿出园子来做酒楼生意的。除了园子，西边还有一个5进的宅子，叫望仙居，我们平时就住在望仙居。什么？5进的宅子给你们住？你们东家是疯了吗？这有什么好稀奇的？醉仙楼的所有人都在望仙居住着，我们东家只是偶尔过来住。他可真舍得呀。我就没见过我们姑娘那么好的人。我带着4个孩子，芳芳带着柜子，我们姑娘一点都不嫌弃，还让孩子们和我们一起住在望仙居，还给孩子们管饭。啥？你们东家还给几个孩子管吃管住？所以我说我们姑娘好呢。我和芳芳带着孩子们第1天刚到的时候，姑娘就安排枣花，就是我们姑娘村里的一个媳妇儿，把我们带到了住的地方。先不说那院子多漂亮，里面的花啊草啊的多名贵，就说枣花把我们带到房间里，里面放着上下4张床。啊，睡床啊？那冬天不得冻死了？这你就不知道了吧？我们住的可是大户人家才住的屋子，你以为像咱们这种房间还烧炕吗？我们住的房间那都是有地笼的，地笼你知道吧？就是在屋子外面烧的，里面一点烟都没有，整个房间都是暖和的。冬天里专门有人负责烧地笼，哎呦，那烧的暖和的，盖着棉被都能给热醒。冬天还能热醒？那可不咋的，屋子里烧的那么热，那新被褥新棉被一盖可不是热。后面那烧地笼的被大家说了之后，屋里才不那么热了。新褥子新棉被，这是你自己买的？哎呀，你别一直插话，让你姐说完。你等我给你慢慢讲。慧兰又说了醉仙楼如何好，向燕对他们又多么好，他们的活计有多轻松省心等等。直听的李川和金花眼珠子都红得能滴出血了。哎姐，你帮我和金花问问醉仙楼的东家还要不要人啊？对了，你不是说你们东家马上就要开绣坊和绸缎铺了吗？我们也可以去新店啊。就是呀，慧兰，你可得帮帮你弟弟他们呀，这么好的差事就是打着灯笼也找不着啊。要是你们东家能让他俩去干活，那咱们的日子就真的好起来了。咱们？谁是咱们？当初我想多住几天的时候都不肯收留，如今倒是一家人了。娘，你还是不要想了，人家向家村人那么多，哪里还用得上外人？当初我和芳芳也是因为走投无路，姑娘才愿意收留我们的。弟弟和弟媳啊，还是别想了。姐，你好歹问一问，求一求向小姐嘛，或许她会看在咱们这么穷的份上，多照顾照顾咱家呢。她能收留你跟芳芳，说不定也能让我和李川去呢。你弟媳说的对，就是问一嘴的事儿。李川可是你唯一的弟弟，你不帮衬他，你还能帮衬谁？你以后有什么事儿，还得他给你撑腰不是？爹娘，不是我不帮衬着李川，而是我们姑娘村里那么多人，不会用外人的。我要是明知这个情况还去问我们姑娘会觉得我不识好歹，到时候让我们姑娘厌弃我，我才不知道上哪儿哭去呢。唉，那就算了吧。
哼，就是让你跟你们东家说一声都不愿意。我看你呀，就是存心不想让我和李川去醉仙楼做工。娘，你看金花，我好不容易回来一次，他就这么发脾气不讲理。那醉仙楼是个什么情况，我还能不清楚吗？李川是我弟弟，我能帮肯定帮啊，可这不是没有办法吗？行了，你姐去人家醉仙楼已经是例外了，这事不成就算了。姐，虽说你这日子过得这样好，你和大丫二丫每个月都能挣那么多银子，可你终究是个女人家，身边就这么几个丫头片子，没个男娃怎么行？将来老了可怎么办？我自有我的打算，就不用你操心了。姐，我这不是心疼你吗？你想啊，丫头片子将来都是要嫁人的，可我不一样啊，我有儿子，你大侄子、二侄子今年都5岁了，不如以后就多疼疼你大侄子，把他当亲儿子看待。等你老了，他就给你养老送终，披麻戴孝，绝不会让你受半分委屈。是啊，慧兰，你弟弟说的对呀，你大侄子可是咱们李家的根，你帮衬他就是帮衬咱们李家。再说了，大丫他们几个将来嫁出去了，也得有人撑腰啊。你大侄子以后出息了，肯定忘不了你的好啊。到时候啊，你就等着享清福吧。就是啊，姐，你现在挣那么多银子也没用，不如送虎娃子去读书呢。虎娃子那么聪明孝顺，将来肯定有出息，说不定啊，对你比对我这个亲娘还亲呢。他算是看明白了，李川这是求着去醉仙楼不成，就打起来了他银子的主意。我自己的银子我要留着养大丫他们，将来还要给他们买房子买地，哪有多余的银子给虎娃子？虎娃子有爹娘和你们4个人一起养，不像我一个人要养4个人，也没有人帮衬。啥？你要给大丫他们买房买地？他们过几年就陆陆续续嫁人了，哪还用得着你花这冤枉钱？有这钱还不如留给我们虎娃子，他还能给你养老送终。要是给那几个丫头，将来嫁了人，你还不得孤独终老？我不会嫁人的，我们后厨的阿婆和婶子们给我阿娘说了，让我们以后可以不用嫁人。买下。知道大丫后面要说什么话，吓得慧兰赶紧捂住了大丫的嘴。大丫他们将来我都不打算嫁出去，都给招婿。将来我有亲女儿给我养老送终，披麻戴孝，就不劳烦虎娃子了。你将来死以后都没个摔盆的人怎么行？大丫几个毕竟是女娃子，虎娃子是咱们李家人，你这个当姑姑的如今有能力了，供他读书，将来你走了，他给你摔盆也体面。不用了。哎呀，我这好久也没回来了，我出去逛逛，跟两边的婶子唠唠嗑，也好叫邻居们知道知道女儿如今也体面了。爹娘、李川、金花，你们慢慢吃。夏前还真找到了一处符合向燕要求的地方，确实地势开阔，还有条河流穿过。屯庄村背靠着大山，在河西便盖了2排房子。到时候育婴堂就建在屯庄村的对面，也背靠着山里盖，这里得有几千亩荒地了吧。到时候育婴堂的孩子们以后成人了，就让他们在周围落户种地。你这个想法不错，那你准备什么时候动工啊？等我回去找人看一下日子，再让村里人盖吧。育婴堂要盖在这里，盖房的人最好请一些村子里的人来盖。向燕明白了夏前的意思，正好我们村里人也忙，能腾出来的人手不多，要是请了同庄村里的人，那盖起来就能快不少。好，回头我让人给你把地契拿来，这些地就落在你名下吧。向燕点头答应了。商量好事情，向燕便带着奎一去了向家村。小姑姑，你带回来的那个姑娘叫大春，那个昨天生了，只是孩子没活下来。孙大夫说大春骨盆太小了，孩子生了1天1夜才生下来，在肚子里已经憋死了，我让人看着埋了。向燕叹了口气，就去看大春了。大春脸色苍白，但精神头看着还好。姑娘，身子怎么样？感觉好些了吗？我很好，
过几天肯定就能全好。哎呦，这生孩子哪有那么快就能全好的？更何况你这个身子骨还弱，孙大夫可说了啊，你得好好的养一养，至少得做一个双月子。不用，我没有那么娇气，10几天就能好。张婶子说以后让我去学刺绣，我想去学。让你做双月子你就做双月子，咱们村都是这规矩。你年纪小，这身子可得好好养一养，要不然以后肯定落下病根儿。至于刺绣的事不着急，你这手也养得白白嫩嫩的才行，否则那布料岂不是要刮坏了？谢谢姑娘，谢谢大家对我这么好。哎呦，你这丫头怎么说着说着就哭了呀？这月子里可不辛苦，仔细伤了眼睛，这以后可就学不了刺绣了。大春顿时吓得不敢哭了，他赶紧擦了擦眼泪。他可不能瞎，他还要以后学刺绣呢。香艳笑着去找李道长了。李道长正在跟江景然说话，听到香艳要在清水县外面建一个10几亩的大宅子，江景然好奇，你怎么把宅子建在那里呀？还不如在县城买一院地方，或者干脆在向家村建呢。我是建个育婴堂。啊？那育婴堂以后的花费谁出啊？我。哎呀，从前是我小看你了，没想到你竟然有这样的心胸啊。那是，江夫子你一直都小看我啦。你这丫头不经夸，一夸就骄傲上了。不过这件事不是小事啊，你什么都打算好了吗？放心吧，江夫子，这件事我已经计划好了。啊，你计划好了就行。你这丫头虽说有时候不着调，但这些事情上倒是一向考虑的周全。江夫子，你这些就不用说了。哈哈哈，这事儿做好了可是大功德一件。只不过这盖房子不光得选好日子动工，还要看看风水呀。第二天，向燕带着李道长看了育婴堂要建的位置，李道长连连称好，说这地方是个风水宝地，仔细给向燕看了一个动工的好日子。就在5天后，向燕松了一口气，比紫仙灵阁开业晚3天，能让他稍微喘口气了。向燕回来看到地契，就又去了一趟县衙。你明天再跟我去一趟屯庄村呗，一来让他们知道有官府坐镇，二来也给我们之间搭个桥，互相认识，以后也好相处。呵呵，向姑娘倒是懂得强龙不压地头蛇的道理。我打听过，屯庄村不富裕，那边虽然田地多，但靠近山，山上的野兽太多了，经常毁坏庄稼，伤人的事儿也不少。村子一直壮大不起来，育婴堂建在那里啊，或许以后能发展起来。不过，你确定你有办法解决山上的野兽？放心吧，我有办法的。屯庄村村长家，老头子，你说昨天那些衙役丈量河东的田地是干啥呢？不会是有人买了吧？嘿，谁会来这鸟不拉屎的地方买地？要真是有人买地，我倒高兴了。到时候那边种上庄稼，山上的野兽说不定就不会光挑咱们的田地糟蹋呀。唉，这苦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啊？眼看着咱家毛蛋马上18了，没人说，别人一听是咱们村，人家立刻就摇头，这可咋整啊？明天啊，你去镇上跟媒婆说，咱们家愿意出10两银子，总会有那爱财的人家会把女儿嫁进来的。10两？咱家拢共也就15两银子，要是给10两的聘礼，再加上成亲买东西办酒席之类的花销，还不得2两银子？那咱家就剩3两银子，这万一以后有个事儿，咱家还怎么过活？哎呀，那你说怎么办？总不至于让毛蛋打光棍吧？那也不能出这么多银子，最多8两，这已经很多了。毛蛋还能等1两年，要是1两年之后还没有姑娘愿意嫁进来，咱们再出10两的聘金也不迟。哎呀，行吧，只盼着今年的野兽啊少下山，也好让咱们能有个好收场。
以后咱们就只吃高粱米，省着些，也能多省些铜板出来。偶尔还是要吃几顿黑面，也别把身子搞垮了，不生病比什么都强。知道了。一大早，向燕和夏乾就出发了，身后还跟着一众衙役去了屯庄村。大家快跑啊！花豹追着一群野猪下山了，快跑！别跑！大家快去救县亮！野猪和花豹往他家地里去了，他还在地里除草呢。快救县亮！就见花豹已经舍弃了野猪，已经一个跳跃把县亮扑倒在地，即将要咬在他的脖子上。县亮！屯庄村人骇然。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向燕一个跃身来到了花豹面前，一脚踹了过去。向燕攥紧拳头，对着花豹的头颅狠狠砸了下去。砰的一声闷响，那是头骨断裂的声音。直到花豹彻底没了气息，才缓缓收回拳头，周围死一般的寂静。姑娘，谢谢你，谢谢你救了我新亮这条命。以后姑娘若有所求，新亮必定当牛做马偿还。你赶紧起来吧，当牛做马就不必了。以后我有需要你帮忙的时候，肯定找你。我的个娘哎！这小姑娘看起来温温柔柔的，怎么这么彪悍？这拳头也太硬了！豹子和野猪说打死就打死啊！是啊，咱们村最壮的汉子，估计都没有这姑娘一半的力气大。这姑娘简直不是凡人。哎呀，姑娘，多谢你出手相救啊！我是屯庄村的村长郑玉田，我们村欠你一个人情啊，不知姑娘高姓大名，从何而来呀？我叫向燕，是新口镇人，来你们村有事儿。向姑娘，不知您和县太爷来有什么事儿啊？老人家别害怕，我们这次来是有好事要告诉你们。好事儿？肯定是好事，你们放心便是。这个遭瘟的毛县令，整天除了刮地皮就没干过一件好事。他来屯庄村能有什么好事？指不定又是来剥削他们来了。哎呀，草民屯庄村村长郑玉田，见过知识县大人。郑村长起来吧，本县令今天和向姑娘来屯庄村，是有要事要和你们商量。咱们找个合适的地方再商议吧。要是知县大人不嫌弃，可以去草民家中坐坐。好，带路吧。一行人浩浩荡荡地进了村长家。咱们不如坐这里吧，树荫下不冷不热，刚刚好。好，这位是向姑娘，她想在屯庄村的河东边建一个育婴堂。向姑娘宅心仁厚，不忍弃婴塔每日有那么多无辜的生灵死亡，便选了这里盖育婴堂。这是一件善事儿，但以后呢，肯定会耗费无数的银钱物资。向姑娘愿意一力承担，这是我们清水县之福。对面的那些地，我已经全部拨给育婴堂了。以后育婴堂与你们屯庄村便是邻居，你们邻里最好能友好相处。郑玉田听到要建育婴堂，很是惊讶。这天长日久的，那要耗费多少米粮啊？育婴堂我打算一开始就建得大一些，过几天就要动工了。我会从我们村调集一些人手过来盖房子，但肯定人数不够。想在你们村也雇一些人手帮忙，我给你们管1天3顿饭，每天35文钱。要是有愿意来的人，村长帮忙把这件事办一下。啊，向姑娘此话当真？当然，不过干活的人必须手脚勤快，不要偷奸耍滑之人。放心吧，向姑娘，我们屯庄村的人呢，没有一个偷奸耍滑的人啊，都是老实本分肯干的。毕竟我们村这么穷，要是不勤快，恐怕就要饿死了。只要这次活干得好，以后育婴堂要用人的时候多了，到时候我肯定会继续找你们村的人继续干活的。哎呀，谢谢啊，谢谢向姑娘，您的恩情我一定会告诉全村人的。
向姑娘雇你们村里人，一是觉得你们近，雇你们方便；二也是对你们村里的照拂。向姑娘这份情，你们确实应该记着。以后大家都是邻居，就不必这么客气。只要你们村人能好好做事，我不会亏待大家。只是我丑话说在前头，要是有那些个动歪心思的，我这个人可是眼里容不得沙子之人，要是把人赶走，你们也别怨我。哎呀，向姑娘放心，绝对不会有这样的人。我一会儿就跟村里人说清楚，谁要是敢在工地上偷奸耍滑、动歪心思，不用姑娘动手，我先把他赶出村子去。咱们屯庄村的人就算穷，也穷得有骨气，绝不会做对不起姑娘的事儿。夏钱在一旁看着，嘴角微微上扬，这恩威并施是让他玩明白了。村长言重了，我也相信你们村的人都是老实本分的，见育婴堂是积德行善，还请村长多费心。一定一定。姑娘放心，有我看着，我们屯庄村人绝不会出半点差错。雇人的事你也不用太着急，开工的时候你把人带来就行。多谢向姑娘，多谢知县大人，你们真是我们屯庄村的大恩人呐！以前官府的人来，不是催粮就是征税，从来没有人像姑娘这样想着我们村里人给我们找活干，还管饭给工钱。郑村长啊，以前是本县令对不住你们，以后本县令多为清水县的百姓做些实事，以后赋税都会减轻。郑玉田愣了一下，他没想到毛知县不仅没有怪罪他，还会对他道歉。哎呀，多谢知县大人，多谢知县大人，草民替全村人谢过大人和向姑娘。村长快起来，不用多礼，咱们说好了，以后都是邻居，互相照拂是应该的。向姑娘真是菩萨心肠啊，姑娘给我们屯庄村带来了希望啊！向姑娘不知道我们在这里过得有多难呀，大家的日子啊，苦的都能滴出黄连水了。有向姑娘照拂，村里的日子呀，肯定会好过很多。我下午就把消息告诉全村人，大家肯定都会乐疯的啊！说着，他又呵呵笑了起来。向燕见他一会儿笑一会儿哭的，心里也很是感慨，这古代的百姓可真苦啊。当村长得知在一个育婴堂的时候，哎呦，小姑姑，你可千万别冲动啊！你捡大春和妞子他们回来没什么，就算是捡10个8个这样的孩子也没什么，你肯定养得起。但是育婴堂不一样啊，你知道整个清水县每天被遗弃的孩子有多少吗？还有多少乞儿在讨饭吃？这天长日久的，你挣的那些钱不得都搭进去啊？而且如果知道咱们这儿收留弃婴，说不定附近的义堂县、静陵县都会有那养不起或者不想养的把孩子直接送过来啊。到时候育婴堂得多大呀？养大一个孩子不是一时半会儿的事，得10几年，这得搭进去多少人力和财力，你想过没有啊？这些我都知道，已经细算过了，暂时用不了多少钱。更何况县太爷给育婴堂拨了几千亩地，这些地不用交税，够养活他们了。而且清水县那些富商也得做些好事，是不是？捐钱捐粮都行，我不嫌弃。那你想让那些富商怎么同意捐钱捐粮啊？这不是有毛知县吗？只要他牵个头，把这些富商聚在一起，他们或多或少总会捐一些的。村长知道向燕的脾气，劝是劝不动的，只能给他讲怎么节约钱。那咱们先说好啊，那些孩子你能收留他们活下来，已经是天大的恩德了。在吃穿上面就不用太好了，给他们穿粗布麻衣，吃食上吃些黑面、高粱之类的，偶尔见一些荤腥，逢年过节吃得好一些就行了。小时候苦一些，长大了就不会眼高手低。等长大到7、8岁以上，就让他们学着做农活，那几千亩地总能自己干一些吧。再让他们给小的孩子洗衣服、洗尿布，再干一些做饭、洒扫的活，这样下来育婴堂就能省一些钱。
有良不愧年纪大，吃的盐比我吃的米都多，省钱就是有道。我也是这么想的。这些孩子，我只负责养活他们。我要那几千亩的地，以后就指望他们长大了自己种呢。村长总觉得向燕的话怪怪的，像是在夸他，又像是在嘲讽他。有良啊，咱们商量个事儿呗。我困了，有什么事改天再说。这是咱们村的大事，你要是不想说话，听我说就可以了。村长心里一咯噔，顿时升起一个不好的念头。我觉得咱们村的有些规矩该改改了。你说这同样是孩子，这父母把女儿辛辛苦苦养大，啥福还没享呢，就嫁到别人家去了，这不是被别人摘了桃子了吗？这还得了？这父母的养育之恩怎么能不报答？你说是吧？村长虽然闭着眼睛，但向燕的话他觉得没毛病。虽说儿媳妇也一样会嫁到自己家，一嫁一娶的，看着挺公平的，但女儿跟儿媳妇能一样吗？女儿跟父母多有感情啊，这儿媳妇就不一样了，自古婆媳就是天敌。那媳妇儿虽说也能孝敬公婆，但到底没有女儿贴心，说不定那对公婆怀恨在心的，恨不得让公婆早死早超生呢。所以啊，我准备给咱们村的女儿立规矩，以后嫁人之后，除了逢年过节以外，还要经常回来看望父母。父母病重，和兄弟一起轮流照顾。父母死之后，这寿衣、献祭、修坟、守灵都得女儿来做。小姑姑这是要造反呢，改这么多规矩，要是让二叔他们知道，这不是又要闹翻天。回到村里，恰好在路上遇到了向水生。二叔，你也去吃饭呢？向水生冷哼一声，也不搭理他，自顾自地进了印书坊。二叔啊，选族老的事儿才哪儿到哪儿啊？你要是知道小姑姑接下来要干的事情，你岂不是要被气死了？村长摇了摇头，跟着进了印书坊。向老爹正心情好地坐在摇椅上欣赏着蓝天白云，见向水生臊眉打眼地进来了，他的好心情顿时没了。你个死脑筋，你摆这副样子给谁看？我看你就是好日子过得太舒服了，不就是选个女族老，有什么大不了的？小燕是缺你吃还是缺你喝了？这都多久了，你还整天耷拉着一张死人脸，你耍性子也要有个劲头。我看你呀，只有逃荒啃树皮的时候最老实。你看看大家，再看看你，别人都想得明白，就你想不明白。你是觉得大家都是傻子，就你一个是明白人？你也别不乐意我闺女的决定，这全村我看就我闺女最聪明。要不是她让村里的女娃们娶相公，让那些成亲的孩子分家出去单住，咱们村的女娃能过上现在的好日子？你没看咱们村那些婆媳矛盾都没了？要是以前，哪家没有哭骂声？哼，要我说，我家小燕改什么规矩都是对的，她说不定将来还要改这个规矩呢，你到时候还不活了？向老爹骂完，印书坊顿时落针可闻。林老人家还真是对自己闺女了解啊，他又要准备闹幺蛾子了。从这天开始，向水生再也不敢耷拉着脸，只是他不在人多的地方干活了，跑去干放羊放牛的活儿。还是阿爹厉害，几句话就把二叔治得服服帖帖的。那是自然，你是我的亲闺女，是我从小疼到大的宝贝儿，谁也不能给你气受。水生整日耷拉个脸，那就是给你找不痛快。爹岂能让他这么给你没脸？小燕，你放心，以后你不管做什么决定，只要有谁不同意，敢给你添堵，拖你的后腿，爹就第一个站出来骂他，骂到他幡然醒悟，骂到他服服帖帖为止。哼，谁也别想欺负我闺女。你说什么胡话呢？小燕只是个族长，你就轻狂上了？咱们又不是那仗势欺人的混账，谁不同意你去骂谁，那咱们成什么人了？还不被人给骂死啊？你这是护着小燕，还是害你闺女呢？嘿嘿，我这不是说笑吗？你怎么还认真计较上了？
好好的孩子，别被你都给教坏了。阿爹，你的好意我心领了，但我向来讲究以理服人，肯定让大家伙心服口服。嘿嘿嘿，我相信我闺女肯定事事妥帖。香姑娘，您怎么来了？我那天忘了，盖房得提前拉砖，我们村的人现在去拉砖了，后面来了得卸车。你今天先安排4个人专门负责卸车吧。香姑娘，有句话我不知当不当讲啊。甄村长有话直说便是，不必拘谨。香姑娘啊，我问这话您别见怪，你也知道咱们屯庄村都很穷。前几天我跟村里人选好干活的人，大家都特别高兴，盼着能给您干活呢。可这个时候恰好啊，青黄不接呀，村里好些人家都快断顿了。我就想替大家伙问一问，这个咱们给育婴堂盖房子，这工钱能不能当天结算？或者10天结算一次也行啊。工钱放心，我让人每天给你们发到手，也省得我记账了。啊，真的吗？相姑娘，您说的都是真的？每天都发工钱？肯定是真的，你们只要好好干活，我不会亏待大家的。哎呀，谢谢相姑娘！相姑娘，您是真正的菩萨呀！没多久，向家村第1辆装满砖的骡车就赶来了，很快第2辆、第3辆。到了中午吃饭的时候，孙二娘他们做了满满3大陶罐的鸡汤面，而且是白面。都愣着干啥啊？快吃啊！咱们向家村虽然不富裕，但也不能让干活的人亏着肚子。这白面是我小姑姑特意带来的，鸡汤也是炖了1上午的，管够。那4个屯庄村的人，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手里的碗仿佛有1000斤重，指尖都有些发颤。啊，这是白面？我家娃长这么大，还从没吃过这么白的面，更别说喝这么鲜的鸡汤了。你们都别客气啊，不够再盛，锅里还有很多呢。以后咱们好好干活，日子总会好起来的。以后想吃白面喝鸡汤也不是什么难事。就是，你们尽管吃，吃饱了干活才有劲儿。你们放心，以后婶子们肯定给你们做好吃的，给你们好好补补。谢谢几位婶子。他们端着碗大口大口地吃着，嘴里不停念叨着好吃太香了，汤汁都喝得干干净净。叔，就剩这么好的饭菜，我们白干都愿意啊，太香了。哈哈，喜欢就多吃点。吃完饭，向燕从布包里拿出早就串好的铜钱。几位，今天辛苦一天了，这是你们今天的工钱，1人35文，不多，是一点心意，你们收下。相姑娘，使不得，我们不能要这钱。是啊，姑娘，我们早上没干啥活，中午还吃了顿好的，下午才干了几个时辰，哪能拿得到工钱呀？就是，相姑娘，你就把钱收回去吧，从明天开始算工钱就行了。今天这2顿饭已经够让我们受宠若惊的了，再拿工钱，我们心里实在过意不去，晚上都睡不踏实呀。赶紧收下，你们干的都是力气活，哪能让你们白干啊？这钱你们必须收下，耽误了你们一天的功夫，怎么能不给工钱？是啊，你们就收下吧，我小姑姑说话算话，让你们收你们就收，别客气。以后啊，还要辛苦你们好多天呢，这只是第1天的工钱，往后每天都有，好好干，日子才能越来越好。就是拿着吧，你们家里日子难，这钱说不定就能解个急，别跟我们客气，不然就是见外了。那谢谢相姑娘，谢谢向村长，谢谢婶子们，我们明天一定好好干活，绝不偷懒。其他3个人也连连道谢，小心翼翼地把铜钱揣进怀里。柱子4人揣着工钱，他们刚走到屯庄村口，就被一群村民围了上来。哎呦，
柱子呀，你们可算是回来了，快说说向家村那边给你们吃的啥呀？这离老远的就闻见味儿了，香得我们都流口水了。咋样啊？向家村的人待你们好不好啊？给工钱了没啊？多不多？向姑娘待我们好着呢。中午吃的白面鸡汤面，黄亮亮的鸡汤，翠绿的葱花，香的都能让人把舌头咽下去。晚上吃的白面馒头和炖菜，炖菜里面还有好多排骨呢，都管够。哎呀，我肚子都吃撑了。啊？白面鸡汤面，还有白面馒头、排骨炖菜，真的假的？向姑娘给吃这么好啊？嗨，白面不白面的我不知道，但我知道这2顿肯定都有肉。我家地离向姑娘他们做饭的地方近，午饭和晚饭的时候我都闻见肉味了，馋得我肚子是咕咕直叫啊！啊，这么说来，那岂不是咱们明天去干活也会顿顿有肉了？切，你想的倒是挺美，我估摸着以后能让咱们吃饱就不错了。今天吃这么好啊，肯定是因为人家向家村的人多，向姑娘才让做这么好的饭。咱们以后啊，那么多人干活，顿顿白面和肉，那不得把向姑娘吃穷了呀？嘿嘿嘿，你们说错了，我听做饭的婶子说，以后顿顿都这样，说是咱们干活得吃好一些，这样干活才有劲儿。真的啊？当然是真的，不信你问他们3个。是真的，那孙婶子说，向姑娘说咱们都是干体力活，得好好补补，不能让咱们伤了身子。咱们屯庄村是遇上大好人了呀，遇上向姑娘是咱们的福气，以后咱们得好好干活，不能辜负了向姑娘对咱们的信任呐。哈，那咱们好好干活，报答向姑娘。有那眼窝子浅的顿时眼睛都红了，他们屯庄村有救了。向姑娘还给我们发工钱了，这是今天1天的，姑娘和村长执意要给，我们推都推不掉。向姑娘说，以后咱们的工钱当天都能结算清。哎，柱子，你没哄我们吧？咱们庄户人干活哪有当天就结工钱的道理啊？要么是干满1个月凑成给，要么是等活计全干完了，主家才肯把钱凑齐打发人呢。是啊是啊，上次我去赵家村帮人盖房子，干了20多天，直到最后1天收工，主家才磨磨蹭蹭给了工钱，还扣了些零碎。我也是，去年帮人收麦子，说好干完给2斗麦子，结果拖了半个月才给，每斗还不满呢。我活了大半辈子了，干过的活不计其数啊，就没见过这么敞亮的主家，顿顿有肉还管饱，居然还当天结工钱。这向姑娘真是把咱们当人看呐。可不是嘛，家里的娃子几个月没尝过荤腥了，这几天还靠着向姑娘给大家分的野猪和花豹吃了些肉。要是每天干完活就能拿到工钱，咱们能买到粮食，家里也能吃上顿饱饭了。柱子叔，那明天我们也跟着去干活行不行啊？我们也能挣工钱，也能吃白面馒头和排骨吗？去，你们这些毛孩子能干什么活？活干不了多少，还得把向姑娘给吃穷了。村长定的你们60人，你们明天可要好好干活，可别丢了咱们屯庄村的脸。放心吧，四叔，咱们肯定好好干。这样好的主顾上哪儿找去啊？再说了，就向姑娘那身手，咱们可不敢触她的眉头，我们怕挨打。听了他这话，人群发出一阵哄笑声。那些半大小子羡慕坏了，要是他们马上就能长大该多好。次日天刚蒙蒙亮，在育婴堂要建的地方摆好了简易祭坛。今有育婴堂动土开工，恭请土地公庇佑，愿施工顺遂，无灾无难，乡亲们平安劳作，五谷丰登，万事顺遂。夏前又拿起白酒，缓缓洒在祭坛前的空地上，寓意敬奉土地，感恩地泽。举行完开工仪式，夏前这个工具人也没有留下来的必要。县太爷，您老人家肯定有许多公务要忙，我就不留你了，您慢走哈。你让我一大早巴巴的赶过来，利用完了就赶我走，真是够势利的。哼，行了，我这就走。
这话说的，我是那种人吗？这不是您官威太大，待在这里，大家干活都不自在，改日我专门设宴赔罪还不行吗？那可就说定了，就在你的醉仙楼，我还没去过呢。我早就听说你们醉仙楼的饭菜味道一绝，早都想尝尝了。醉仙楼开了那么久了，你就没去吃过？哎，我哪有那闲钱呢？你又不是不知道，以前有一点银钱，我全补贴昭义军了。我真不知道该说你什么好了。行了，以后想吃醉仙楼的饭菜，只管去就是了。我给掌柜的打声招呼。那我就不客气了，多谢向姑娘。打发走了下钱，向燕看了一眼长院的动静。我进山一趟，先打头野猪回来，厨房那边先准备着，我一会儿就带肉回来。说着还朝孙二娘抛了个媚眼。小姑姑，快别站这里了，这里是下风口，太脏了，你这是被沙土迷了眼。你赶紧去河边洗洗眼睛吧。你也好好洗洗眼睛吧。说完直接转头往北边的山上去。向燕刚进山坳，他抬手释放异能，感知着整个北山的动静。很快在山的东北方向感知到一群野猪林在林间四处晃悠。向燕很满意，不多时他便闻到了一股淡淡的腥气。一头身形肥硕的野猪正低头拱着泥土，寻找着草根和野果。哈哈，今天和明天的荤菜有了。野猪吃痛，发出一声凄厉的嘶吼，不多时便浑身无力地倒在地上，抽搐了几下便没了动静，便弯腰扛起野猪，脚步轻快地往山下走去。你们看，向姑娘回来了，她肩上扛的是什么？众人齐刷刷转头望去，只见向燕扛着一头硕大的野猪，大步流星地往这边过来了。哎，还愣着干什么？赶紧去4个人换一下向姑娘。我的娘哎，这么大一头野猪，这向姑娘也太厉害了吧！这野猪得有200多斤吧，居然一个人就扛回来了，真是好身手。原来向姑娘说进山打猎真的能打到肉啊，这下咱们中午又有肉吃了。孙二娘听到动静，也连忙从厨房里跑出来。我的小姑姑啊，你也太能干了，这么大一头野猪够咱们70多个人吃2天了。接下来的日子，向燕每天一大早就去山上催生隔离带，晚上天黑之前下山。如果肉吃完了，她就会提前从山上猎一些野兽回来。只是这一切在向燕某一天扛着一只吊睛白额大虫的时候戛然而止。我的亲娘哎！这老虎啊，全身都是宝啊，皮毛能卖不少钱，这虎骨还能入药啊，想买都不一定买得到，给大家伙吃了实在可惜呀，不如卖了还能得不少银子。而且这虎肉可不是谁都能吃的呀，向姑娘将来要养多少娃娃呀，不如省些钱养孩子。向燕一听也对，于是干脆赶着骡车拉着老虎去了县城最大的医馆德善堂。小哥，你们老板在不在？我有药材要卖。哎，姑娘，你要卖什么药材？要是一般的药材直接跟我说就是了。老虎？啥？姑娘，你刚才说你要卖啥？我是说我要卖老虎。老虎你们收不收？我只卖虎骨和虎肉，虎皮我要自己留着。姑娘，您没开玩笑吧？老虎那可是山君啊，您真有老虎要卖？自然没有开玩笑，就在外面的骡车上。我只卖虎骨和虎肉，虎皮我要留着自用。你们要是不收，我就去别家问问。等等，姑娘您稍等，我这就去叫我们老板。不多时便听见后院传来凌乱而急促的脚步声。老虎在哪儿？快让我看看。老板，就是这个小姑娘说她来卖老虎。小姑娘，你的老虎呢？快让我看看。跟我来。那吊睛白额大虫静静躺在骡车上。啊，好一头猛虎啊！看这体型，看这皮毛，定是正当壮年啊！好，太好了！
华老板，这只老虎我只卖虎骨和虎肉，你看你要不要？要。这老虎我先让人抬进后院，咱们再细细详谈。华老板，你开个实在价，合适咱们就成交，我还有事要赶回去。姑娘，实不相瞒，这般正当壮年的公虎，还是刚猎杀不久完好无损的，实属罕见。虎骨是上好的药材，能治风湿补气血，寻常一块完整的虎骨就价值不菲，虎肉也能入药，还能卖给城里的富贵人家成亲。我给姑娘算个实价，虎骨160两银子，虎肉25两银子，一共185两。这个价格在整个县城再也找不到第二家，绝对公道。姑娘，你看如何？可以，就按华老板说的价。这个华老板看着人挺好的，应该没有坑他。虎皮之外能得这么多银子，他已经很知足了。姑娘，恕在下冒昧多问一句，这般凶猛的吊睛白额大虫，寻常猎户组队都未必能拿下，不知这老虎是姑娘亲自猎杀的，还是姑娘从别处得来的？自然是我自己经常猎杀的，这只老虎刚好被我遇上，便顺手解决了。哎呦，姑娘真是胆识过人，身手不凡呐！这般猛虎，姑娘竟能独自解决，真是巾帼不让须眉，在下佩服不已呀！小事而已。姑娘，这虎皮我亲自给你剥下来，保证完好无损，绝不伤了皮毛分毫。向燕拿了钱和虎皮，转身就要往药铺外走。这位姑娘请留步，在下夏景明，听闻这里有老虎，而且品相极佳，不知姑娘可否割爱，将这虎皮卖与我？无论姑娘开价多少，在下都愿意出。抱歉夏公子，这虎皮我留着有用，不打算卖，见谅。既然如此，那在下就不勉强了。向燕笑着点了点头，便往外走。快看，那是虎皮，这就是那个卖老虎的小姑娘吧？什么小姑娘？这个分明是醉仙楼的东家。上次浮云来酒楼的东家陷害醉仙楼，我在衙门外面见过他。真的？难怪他们都说醉仙楼的东家是个小姑娘，我还不信呢。这下可算见到真人的。这个小姑娘真是醉仙楼的东家？向姑娘请留步，在下有一事相求，还望姑娘赏脸。夏公子还有何事？得知姑娘便是醉仙楼、汉磨坊还有紫仙灵阁的东家，心中十分敬佩。一是想借机与姑娘结交一番，二来在下想在紫仙灵阁进货，想与姑娘商议此事。夏公子谬赞了，不过是几间小铺子而已。夏公子若是想在紫灵仙阁进货，我带夏公子过去。只不过紫灵仙阁进货的事儿，都是我让我侄子在打理，具体的事情你可以跟他谈谈。那就多谢向姑娘了。不客气，那咱们走吧。紫仙灵阁如今来买布的人比开业的时候人少一些了，不过依然人来人往。向燕带着夏景明进了紫仙灵阁的内室，向灵州恰好与一个客商商议好了进货的事情，正要送他走。哈哈，小姑姑来了。这位是夏公子，想在咱们店进货。夏景明原本想在他家象州府的绸缎铺里卖紫色布匹，但象州府已经有人捷足先登了。夏景明想让向燕通融一二，各州各府只能有一家售卖我们紫灵仙阁的布匹，这是规矩，无规矩不成方圆，这也是我们给前来进货的人的保障和承诺，不能坏了规矩。夏景明有些遗憾，就这么放弃这么好的机会，他有些不甘心。虽然象州府已经被人预定了，但灵州府还没有定下来。灵州府离咱们象州府也不远，你可以在紫灵仙阁进货，卖给灵州府的绸缎铺，或是在灵州府再开一家绸缎铺都可以。只是卖给灵州府的绸缎铺的话，肯定要少赚一些，你可以考虑一下。多谢向姑娘，向姑娘思虑周全，在下佩服。只是这开店一事不是小事，向姑娘和向先生可否先为我保留这灵州府的名额？
容在下先回去与家人商量一二，再告知两位。相识即使有缘，这灵州府的名额我便替你保留10日，10日之内你若是能给我们答复，便算定下名额，若是过了10日，便只能再看机缘啦。多谢相姑娘通融，大恩不言谢，10日之内在下必定亲自前来回复两位。不必多礼，做生意本就讲究你情我愿，我既给了你机会，也盼着你能做成这笔生意，往后咱们也好互相照拂。相姑娘，相先生，那在下便先告辞了，10日之后再登门拜访。好，我们静候夏公子的佳音。夏景明上了马车，又掀开车帘，对着向灵州拱了拱手，才吩咐车夫驾车离去。向灵州回到内室，看向向燕：小姑姑，你怎么就答应给他预留名额了呀？咱们这名额这么紧张，好多人挤破头都想要呢，万一他10日之后不来，岂不是耽误了咱们的生意？哎呀，我最近忙的都把富贵给忘了，这可怜孩子也不知道最近过得怎么样了。啊，富贵？咱们说夏公子呢，小姑姑你提富贵干什么呀？没啥，我先走了，你好好干。路过账房的时候，就见篱落一群姑娘和芳芳、慧兰他们高兴地从里面出来了。姑娘，你回来了。姑娘，你吃饭了没有啊？她就喜欢一群女孩子高高兴兴、开开心心、笑靥如花的模样。什么事这么开心？这还要多谢姑娘呢。今天是我们领工钱的日子，丽娟给我们每个人多发了2个月的月银，说是姑娘的意思，说这叫发什么奖金来着？叫季度奖金。对，叫季度奖金。谢谢姑娘，多谢姑娘。谢谢姑娘。不用多礼，这是你们应得的，你们的表现都很好，多给奖励是应该的。姑娘对我们的好，我们都知道。在别的酒楼干活，1个月都拿不到1两银子，姑娘给我和嫂子3两1个月不说，还给我们年底红封，现在又有季度奖，姑娘，你就是我们的大恩人。